嗨，各位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耶律律。北方拳师宫羽田号称此生从无败绩，一辈子做成了3件事，合并了形意门和八卦门，接了大师兄的班，主事中华武士会，搓成五虎下江南，北拳南传。电影开篇在36年，宫羽田于佛山举办第2场隐退仪式，有意将宗师之名传给南方拳师叶问，他门下有2位亲传弟子。马三承袭了形意，二女宫若梅承继了八卦。八卦手黑，片中一直被叫做宫家64手。隐退仪式原定马三与人搭手，却因为他刀锋过锐，漏了锋芒，被师傅赶回东北，并令其沉浮10年。马三霸气外露、找死的性格，也为后来宫家的没落埋下了伏笔。武行有武行的规矩，掌门必须与掌门搭手，晚辈必须与晚辈搭手。李小龙短暂一生中很少与人实战竞技，也与他很早开宗立派有关。叶问之于宫羽田是晚辈，貌似只能同宫二过招了。没想到宫羽田以许亲为由阻止了宫二，决定亲自上阵。为此，他还找到流落佛山的师兄丁连山倾诉，说自己并非要当英雄，而是想造时势。所谓时势，便是促成南拳北传，继而南北一家抵御外敌。叶问虽是晚辈，但广东武林似乎只有他能拿得出手，于是被强行选作南拳代表，与北拳拆招。叶问内人张永成是个识大体的传统女性，她说男人过了40要做有把握的事情，并打算带着孩子回娘家，给丈夫留下足够空间。不知道是不是生活节奏的关系，我以为如今的男人开始恋爱那刻起就该做有把握的事了。从前叶问只是带张永成上金楼听戏，此番他将在这金楼一试高低。金楼虽是千金散尽的风月场所，却也是武林高手云集之处。比武中，宫羽田问道：拳有南北，国有南北吗？并手握一块饼让叶问掰开。这无疑是两头堵的问题，掰也不是，不掰也不是。几番试探之下，开始过招，似太极云手，又似咏春吃手。推手结束，只见饼还是饼。叶问睁开眼睛问道：你眼中的这块饼是一个武林，但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随后那只饼只掉了一小块，谓之有缺憾才会有进步，犹如三体人的降维打击一般。叶问在格局上完胜宫羽田，倒是宫二姑娘不服气，在宴会上与叶问过招，并趁机展示宫家64手。影片在这一段暧昧至极，为二人毕生情愫做了个开端。宫羽田将毕生功名交给叶问，却也没造成什么实事。38年日本人占领佛山，叶问背井离乡流落香港，可见只能时势造英雄，并非英雄造时势。功夫、武林、名声在时势面前，如同那金楼在战火中一样，任凭你雕栏玉砌，也终将毁于一旦。此间惋惜之情，恰似宫二所言，可惜了这一屋的精致。以上所有，也许就是人们怀念的民国武林了。因为接下来不是欺师灭祖，就是国破家亡。在这之前，功夫用来讨名声；在这之后，功夫全用来讨生活。马三儿回到东北不甘寂寞，投靠日本人做起了汉奸。宫羽田提起一招老袁挂印回首望，说关爱不在挂印，而在回首。可惜浪子终究不愿回头，师徒二人大打出手，原因是师傅要从徒弟身上拿回宫家的功夫。一个拿字赋予功夫以生命力，甚至功夫本身也有它的气节。所谓拳怕少壮，宫羽田73岁高龄，被徒弟一袭重击致死。他无法忍受习武之人毫无气节，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文本创作中，这种人格化处理是很高级的表达方式。再拿宫二来分析，从小练拳习得一身正气，又有杀父之仇在身，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借由功夫外化至习武之人，没准更加高级。宫二葬了父亲，上门找马三报仇，却同样被马三以许亲之由打发了。摆在他面前有2条路，一是听从父亲遗言，不问恩仇；二是断发奉道，终身不传业，不婚嫁，不留后。宫二是片中最悲情的角色，他义无反顾选择断发，赌上余生用来反抗。40年大年夜，宫二在奉天火车站以公家人的身份打败了马三儿，取回了公家的东西。我有时也会纳闷，难道他不能像叶问一般实施降维打击吗？简单到只需扭转一个观念。后来我用理智说服了一厢情愿，还原一个真实的时代，或许不该让人物突破时代所限，亦或许他本身也是自觉的，只是想留在自己身处的时代。50年他告诉叶问，64手已经忘了。53年病逝于香港，在他眼中气节比生死重要，所以他死于孤独，孤独的像孤独这个词一样，连个反义词都找不出来。人们对叶问的情感倾向
一是临终前3天在木人桩前录下视频，二是教出个蜚声世界的功夫大师李小龙。如果说开放的传承观念让他备受尊崇，我想普通观众喜欢他，多是因为他身上的书生气。电影《一代宗师》1996年萌生想法，2002年敲定阵容，2009年开机拍摄，2013年定档上映。不料一经公映便迎来口碑危机，导演王家卫因此被人们视作任性的创作者形象。2年后，一代宗师制作3D 版卷土重来，这一次故事主线明确，也更符合观众期许。可王家卫坦言，2D 原版野心更大。相比那些不愿推翻自己的创作者，王家卫显然更具面对质疑的勇气。不然的话，观众不会叫他墨镜王，而是杠精王。王家卫的野心在于，他想通过武林和功夫还原一个逝去的时代。为什么功夫叫做功夫？功夫其实就是时间。不得不说，这是对功夫最好的解释，也是汉语最曼妙的地方。他辗转北京、天津、东北、河北、内蒙、台湾、上海、佛山等地，寻访诸多门派以及上百位师傅，甚至还做了一套现存武林的名录，可谓对功夫片中的功夫下足了功夫。由此，在电影导演行业里又多了一位考据王。多说一句，王家卫这个走江洋折的姓氏，无论意思和发音，都比较容易叫出好听的爱称。最终，一代宗师确立4大拳种：咏春、形意、八卦、八极。相比现实中的武林，拍电影显然快成了附属品。于是导演要求梁朝伟练咏春，章子怡练形意，张震练八极，以求在影像中表现真实感。民国武林究竟是什么样子？想必看过徐浩峰导演的师傅，便会大致有个概念。正好徐浩峰也是一代宗师3位编剧之一。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讲到，猫是老虎的先生，猫留了上述一招，在老虎反扑时得以生还。在民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是常说的谚语。更有如制陶、制瓷等技术流派，同武术一样密不外传，以防技术外流丧失竞争力。曾有人批评，密不外传带来的后果便是断绝与失传。在技术爆炸、资讯空前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这种博弈，但传统工匠师徒之间往往是授业与防范并行，手艺至金至贵，使得师傅的情感更加复杂，其中不乏夹杂利益和人性。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这是宫羽田告诉叶问的话，后者一生都在践行。二人虽然格局不同，但对于传承的态度想必是殊途同归的。师兄丁连山曾经问宫羽田，杀人而逃和掌门授业哪个更难？宫羽田答曰，掌门授业。于是丁连山说，我去做那个简单的，更难的交给你。乍听有些幽默，却道出了传承的重要性。八极拳宗师一线天原是军统第一杀手，手持一把剃刀，号称千金难买一声响，用以形容快而致命。他流亡香港后开了红玫瑰理发馆，曾与叶问有过一面之缘。二人过招之后，叶问说，练拳最忌讳无师无对手，有师傅知分寸，有对手知高低，知己难求，对手也一样。八极拳传入香港，一线天就此封刀，千金难买一声响，绝技武林。美版影片将武林翻作 Hong Kong， 我开始以为这么翻过于小气，明显是美国人不懂武林的含义。很久以后才顿悟，经历了北伐、抗战、内战，曾经偌大的武林早已烟消云散，而在弹丸之地香港却尚存一息。如今我们重视并强调传承，或许就是因为多数传承都是偶然事件。消亡与传承，生死与气节，消亡和生死都在一瞬间，而传承和气节才能造就永恒。这是我从一代宗师里读出的感受，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多么优秀。乔治·奥威尔谈作家写作4大动机，分别是纯粹个人主义、美学热诚、历史责任感和政治目的。王家卫的影片显然都能被称作作者电影，不妨假设他被4种动机同时渗透。影片前2个版本不光是删减场景，就连主线情节都不同，可见剧本夹杂着个人主义。影像片段单抠出来，无论武行师傅还是角色伶人，都灵动犹如梦境，是为强调美学热诚。渴望看到历史原貌，挖掘真相并加以还原，是他的历史责任感。至于政治目的，叶问显圣宫羽田时，身后牌匾写着共和2字，已然说明一切。有人说王家卫的台词就是一个事件加一个绕口的时间加一个无聊的事件，比如开始写这篇文章后的4小时12分25秒。发现我好像在夸王家卫，不过这次夸得比较专业。
本片倒没有如此拗口的台词，但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仿佛并不是用来推进故事，而是在叙说各种情绪。艺术片相比商业片更注重情绪而非叙事，这一点和传统戏曲不谋而合。所以每一则戏曲都像一部优秀艺术片，如京剧西皮慢版《空城计》，诸葛亮用100来字总结半生功绩，而后感叹缺个知音，如秦腔白鼻宫，汉献帝拉着二皇子痛骂国贼曹操，犹如困兽舐毒，好不凄凉。再听本片中的京剧《四郎探母》选段，杨彦辉做宫院自私自叹，正好契合民国武行心态。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潜水龙，困在沙滩。这几句唱的是宫羽田，也是丁连山，唱的是叶问，更是一线天。感谢各位，我是叶绿绿，我们下期再见。叶先生，抽2口吗？